很高兴受到比特币协会的邀请，参加本次 Bitcoin SV 中文开发者大会。我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大家对我可能有一定的了解，我是澳游浏览器的创始人陈明杰，大家一般叫我 Jeff。澳游浏览器是个有10几年历史的浏览器品牌，在全球有千万级的用户基础，也是比较早期走出国门的，有中国人打造的有世界影响力的这么一款产品。在澳游浏览器这10几年的这个运营过程里边，应该说经历了风风雨雨也看到了互联网的兴盛发展也同时发现了互联网里边的许多问题。参加本次大会，我要分享的不是澳游浏览器，当然澳游浏览器也有很多新的发展，也欢迎大家关注。我要分享的是我最近一直参与的一个全新的项目，它名字叫 NB Domain， 也 NB 域名。NB Domain 是一个去中心化的域名系统，是建立在比特币网络上的。在当今这个比较分裂的世界，大家也知道，中心化的域名基本上都是被欧美几个根服务器所控制的。那通过去中心化，其实其核心就是让权力更加的分散不是有一两个或者是一小撮特权的机构或者人物来控制整个互联网的域名系统，而是让真正的由用户来控制自己的域名。我们对这个系统的一个愿景是希望它成为区块链互联网的通行证。当然，既然参加我们这个技术人员的大会，从技术角度我们也可以给一个说明。那 NB Domain 从偏技术的角度来讲是什么呢？它是一个区块链上的 Key Value 的数据库。那这里我介绍一下传统域名，大家都很了解。传统域名它基本上是一个域名解析成一个 IP 地址，比如这个 kkk.com 解析成一个 IPv4 或者 IPv6 v6的一个地址。那对于 NB Domain 呢？对于 NB Domain 在这个基础上做了一个极大的一个扩展。NB Domain 不仅可以解析成一个 IP 地址，它可以解析成区块链上的任意内容。那所以对于比如 kkk.test 这个域名，它可以解析成一个 IP 地址那同时我也可以建一个子域名子域名比如 text.kkk.test， 它可能是解析成了一段话hello world或者是它可能解析成一长段你的日记用户写的 blog 都是可以的。那我也可以把这个一个子域名，我再建一个子域名，比如 3w.kkk.test， 它解析成什么？解析成一个这个 HTML 的代码它也可以解析成代码。这样的话，这些数据都可以通过NB Domain 来去访问。那也就是说，而对于 NB Domain 来说，子域名是可以有无限多个的。所以我们就做到了，通过一个 NB Domain 的一个地址，可以对应无穷多个这个各种各样类型的这种内容，也就类似一个KV 的一个数据库一样。要一下，这个数据库跟普通的数据库比起来有巨大的优势，因为它所有的数据都是通过区块链存在区块链上的。那一是说它不需要你去维护，因为全球的矿工都帮你在维护这个数据库。二是说它的安全性极强它的安全性跟比特币的安全性是等同的，没有你的私钥没有用户的私钥，任何人也不可能破坏这个数据库。所以对于 NB 域名来讲，它有一些特别重要的一些特点，我这里也分享一下。第一个啥NB 域名的内容超级安全无法篡改，因为所有区块链上的内容
都是要有相应的私钥才可以进行才可以产生这些内容。那没有私钥即使是最强的这种黑客，他也无法篡改区块链上的内容，所以它是超级的安全。第二个，它是超级多倍不怕丢失，因为所有区块链上的内容都是有全球的矿工同步的存在所有的这种区块链节点上的不可能出现说这个数据丢失的情况因为在比特币出现了十几年的这种时间里边没有出现过一起说比特币上交易会丢失的情况，所以你的数据存在这个区块链上比特币系统里边是永远也不用担心会丢失的。第三个又是超级的灵活，因为像我刚才分享的一样 ，NB 域名它可以解析成各种各样的这种区块链的内容，可以通过这种域名的解析来创造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应用，所以它是超级的灵活。第四个，我们还有一个这个属于 bonus 的一个功能，因为所有的 NB 域名它都是绑定在申请者的它的一个公钥上的，所以本身 NB 域名就可以作为一个支付地址任何人都可以通过一个 NB 域名，你有了一个 NB 域名以后，相当于你就有了一个比特币钱包只要你的朋友或者任何人朝你这个 NB 域名去进行支付，你就能在相应的你的钱包里边收到这个比特币。它也是解决了在比特币支付上的一个比较繁琐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比特币这个钱包地址非常的不好记很多人也记不住，但记一个域名却是非常的简单，而且还清晰。下面我再介绍一下 NB 域名的它大概的一个网络结构。这里是区块链节点，我们把它看作一个整体，然后这个一个用户，当用户跟区块链节点要通过 NB 域名产生关系的时候，一般它是通过一个解析节点解析节点就类似于在传统互联网里边的 DNS 服务器一样，但是在我们的这个区块链互联网里边它跟它 DNS 传统 DNS 服务器还是有很大的不同。解析节点可以有多个或者说可以有无数多个，而且解析节点是可以通过这个协议无需批准的建立的。比如说对于用户来讲，这个解析节点1，它可能跟用户就在同一台电脑上那直接在他的一台电脑上，所有的 NB domain的数据解析都可以完成，这样用户可以最快的得到这些内容。通过解析节点，然后获得这个区块链上的内容，然后通过解析节点解析完毕以后，用户可以得到相应的内容。本身解析节点有点类似区块链里边的这个挖矿节点，它们互相也是有一定的竞争关系。哪些个解析节点给予更好的服务，用户才会选择这个解析节点。所以在这个竞争的关系里边，可以让每个解析节点可以做到最好然后最快提供给用户最优质的服务。那大家可能会有担心说，那解析节点本身，那是不是会作弊或者会出现这个解析错误各种各样的问题？其实这个在我们的协议里边也做了相应的考虑，所有的解析节点是处于这种无需信任的一种状态。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个图首先我们的这个解析节点是属于 trustless 的就无需信任的这种解析。
比如说我要解析下面这一个子域名 best 点1020点 test， 那解析节点返回的结果是这样的，我高亮出来的是它返回的结果是包括一个这个区块链上的这个交易的一个 ID 我们一般叫做 TXID。通过这个 ID， 在 APP 端或者是用户端是很方便的，能够校验出来这个解析节点返回的内容是否是真实存在在区块链上的，是否是跟区块链内容是一致的。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很容易的去验证解析节点发回的信息是否是正确有效的，也就达到了我们可以无需信任的去来使用这个解析节点的这样的一个目的。讲到这里，有些朋友可能就会想了解 NB 域名既然这么灵活这么强大，可以用在什么地方呢？那下面我就分享一下我们目前想到的使用 NB 域名的几个地方。当然我们想到的可能也是很有限的如果大家更多的人参与进来以后，我相信会有更多有创意更有趣也更有创新的使用方法出现。那下面就先谈一下这个使用 NB 域名的应用方向。第一个，那 NB 域名本身它因为是属于一个域名嘛，它是全球唯一的任何一个域名你注册以后就是你的，你也不可能注册一个跟别人一模一样的域名，所以它天然的可以用作一个身份的 ID 来使用。那在现在互联网里边谈起身份谈起账号，大家可能都非常头痛，在很多网站里面我们不断的建立新的账号，也不断的使用这个老的密码，所以造成了非常的不安全。当然在现在互联网里面也有一些方案想要解决这个问题，比较这个流行的方案就是 OAuth。OAuth 尝试的用一个账号系统来打通多个应用。那我们下面就想对比一下 OAuth 的方案和用 NB 域名的方案有什么样的区别。先看 OAuth 大家可能比较了解是用一般都是通过一个大公司会提供这种 OAuth 的那么一些接口，比如 Google 这个腾讯它都有 OAuth 的接口但它有几个问题。第一个是说它是一个比较中心化的系统，就是 OAuth 往往都是要依赖一个这个 OAuth 的这个公司作为提供方的，它严重的依赖于这个公司。如果这个公司无论是系统有问题了，或者是公司的砍掉这份业务了，或者是怎么样，那相应的 OAuth 接口也就无效了。第二个 OAuth 方案流程还是比较繁琐的，因为一般的使用法来讲你使用 OAuth 在用户这边如果要点击这个 OAuth 的这个按钮，一般都要跳转到另外一个网站或者另外一个应用来去做这种身份的认证，然后身份认证完成以后再跳回现有的应用另外 OAuth 方案因为它是要依赖于另外一个公司的这个服务，那它的安全性仅仅是跟那个公司的它的安全性有关的，所以它也很难保证很高的这种安全性。第三个，交互也不太友好用户体验来讲总是要跳来跳去的也不是很方便那对于 NB 域名，如果我们用 NB 域名来实现一套作为这个用户的身份来使用呢，那它的优点在什么地方？它的优点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它是去中心化系统，不依赖于任何第三方。就是说如果即使NB 域名一直存在下去即使包括这个我们包括这个域名的这个一开始的注册机构都不存在了你的 NB 域名因为是存在区块链上的，它一样是会存在的它不会说因为
哪个第三方不工作了，NB 域名就失效了。所以说去中心化的系统就解决了这么一个严重的依赖问题。第二个，流程简单流程简单，用 NB 域名来做身份认证，不需要跳来跳去一个页面一个界面就能完成。但这个我们在后边可能会演示一下。而安全性是非常高的，因为它是区块链的嘛基于比特币系统的，所以它的安全性是跟比特币是齐平的。那这是很多公司尤其是还没有那么强的这种安全的保障的公司，都是很难匹敌的比特币系统的安全性非常强。也像我说的它的交互最终落实下来是非常简单的，用户可能只需要去授权一下就可以登录，用户连密码都不需要再也不需要记录大量的密码在 NB 域名的这种身份 ID 这种系统里面，只需要进行一次授权用户就可以登录进任何的这种系统，所以它的交互非常简单，用户非常友好。在下面我们会在我们选一段时间给大家去做一个 coding 的一个演示，真正的让大家从零开始实现一套使用 NB 域名来实现登录的这么一个系统。谈一下下一个应用。下个应用很自然的，我们区块链域名当然很自然的是可以去做区块链网站区块链域名作为区块链网站的这么一个索引。那相对于区块链网站和传统网站，它的区别大概是这样的。对于普通网站，那当然刚才也提到过都是中心化系统，做普通网站一定是要基于一个公司的服务你才能把你的网站上线。同时域名和空间每年都要续费这个成本也是不低的，但是安全性却不是很高，除非你是这个运营的高手对于普通的普通人员，甚至说普通的开发人员，可能都不太能保证一个网站有很好的这种安全性。那相对于来说，使用 NB 域名搭建的这种区块链网站，那首先它就是一个去中心化系统还是一样，因为数据都在区块链上，不依赖于任何第三方。同时对于 NB 域名来讲，域名一次购买终身有效这也是 NB 域名跟其他所有的域名系统特别不一样的地方。因为我们的愿景就是说让用户真正拥有它的域名，如果还要每年续费，那用户一定不是真正的拥有这个域名。所以我们决定NB 域名是一次购买终身有效，而网站一次上传也可以持续的访问。至少在目前的比特币的系统上，当你把一些数据存在区块链上以后，并不需要每年去续费才能接着访问这些数据，所以网站也一次上传持续就可以访问。安全性还是像我们刚才讲的一样，跟区块链的跟比特币的安全性是持平的，没有人能够篡改你的网站所以区块链网站是这个 NB 域名是能实际有产生非常大价值的一个领域。好，下一个应用方向我们认为是区块链存储系统，把区块链整体作为一个云存储系统来使用，相对于普通的这种云存储系统也有巨大的一些优势。对于普通的云存储，那不用说，它也是中心化的系统一定是某个公司的一个服务。另外你要使用普通的这种云存储，你肯定要注册账号去验证各种身份同时还非常重要的一点，你使用这种普通的云存储，你是没有办法微量的使用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今天我可能想要存10K 的数据，
没有任何一家云存储公司可以支持你存 10K 的数据，只存 10K 的数据，你至少要购买一个最基本的套餐吧，啊 ，OK， 那你相当于是为这个不需要的这些存储就要支付这个费用。另外，它的成本也是较高的，你需要不断的付费才能使用。然后它也你拿到的数据也是无法校验对错的但如果中间被篡改了或者被黑了都很难知道。那相对于这些基于 NB Domain 的这种存储系统，还有以下的一些优势。首先，它是去中心化系统就不多说了。第二，它无需注册你是随时可以使用你可以存储非常少的数据，比如我只是存一个版本号我的只存个版本号上去，或者我只存一句话上去，随时可以存随时就是付一个非常少量的费用可能现在存储可能1分钱都不到你可以存一句话或者存一些关键的数据，可以随时存取然后也可以微量的使用就可以用小数据。第三个，所有的数据都是可检验的，就像刚才我分享，所有的数据都有相应的区块链的这个交易 ID 所以所有的数据都可以检验其正确性，它的安全性非常高也是没有人能够随意篡改你的数据。最后，它的更新也是非常安全的，都是要必须通过这个 Honor 的这个私钥通过钱包才能更新这些数据，任何其他人是没有办法更新到的，而且更新完以后马上就可以生效，实时性也还不错。所以这种区块链的存储系统，我们认为是会去满足目前市场上也很重要的一些需求。好，已经讲了很多这种理念型的东西，我相信大家听了可能会觉得有点抽象，所以下面我们进入代码时间。在代码时间里边，我们会用2个小例子来说明一下如何通过很简单的方式，通过 NB Domain 就可以达成一些很有趣的使用区块链完成的一些功能。下面我们会用到的有2个工具库，一个叫 NBLab， 就是 NB Domain 的一个 JS 库，它是可以在前端后端都可以使用。第二个叫 OPay，OPay 是使用了 Open Payment Protocol 的一个 JS 的库通过 OPay 我们可以解决很多支付的问题。那 NBLab 它是支持前端的 H5 和后端的 Node.js 都可以使用，同时它也支持 NB Domain 的完整的读写功能。OPay 这个工具库呢，它是支持多种钱包的同时支持几乎所有的比特币的支付模式跟发起交易的模式，同时它也支持自定义的 UI， 方便大家去自定义这个交互的这些界面。那我们第一个想要给大家实现的这个系统是一个身份验证系统它的特点代码非常简单，核心代码不超过20行，而且用户体验非常的简洁用户不需要输入密码第三是安全性非常高由比特币系统来保障它的安全性。第四个可以完全由前端完成，而不需要你加个服务器，通过服务器来验证什么东西。那下面我们就看一下演示。下面我们尝试用 OPay 和 NBLab 做一个简单的登录页面为了我们节省时间我这边已经有一个简单的一个模板我尽量用手敲代码但是为了避免错误，有些代码可能也会用提前已经粘贴好的内容我们现在开始。首先我们在 head 里边加进去我们这2个JS 库的引用，我这边已经写好了，然后我们简单的写个 title，
加上 domain name， 放一个输入框，给个 ID， 加2个括号，搁一个 button。大概这个一个简单的界面就搭起来了。哦对，还有一个我们要放一个div， 这个 div 主要的目的是放我们的这个付款的这个小部件，给一个长跟宽。OK， 这个 div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需要随意的调整，我这边就先随便写一个。然后在 script 里边，我们对这2个函数库进行一下初始化，我就复制一下这边的代码，初始化。初始化在这个 OP 这个初始化的时候，我们把这个 div 作为它的一个 container 设进去，然后 nb-domain 初始化 nblive 初始化的时候，会把这个 OP 作为一个它的一个参数传递给 nblive， 因为 nblive 本身它是有2种去发交易的方式，一种是通过这种私钥的方式，一种是通过这种 OP 的方式。在这里呢，我们是用 OP 的方式来去产生交易。OK， 然后开始做这个登录的这个函数。然后我们给一个这个要签名的数据，签名数据可以是随意的，我们这边写死一个叫 hello 当然如果你用动态的这种后台来去做着更加完善的这个登录的话，可以是一个动态的这个签名数据，然后把domain 取回来，这个 domain 的 info 通过 nblive 这个 get domain， 这里需要得到一个 domain 的名字，一个 name， 这个 name 就是我们 input 框的这个名字。这个是 OK。如果这个 domain 获得成功的话 ，domain， 那么下面就可以让这个用户对这个 domain 进行签名。那么再得一下，因为得到了 domain， 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 domain 绑定的相应的信息，比如说它的 public key、owner， 还有它的 address， 这都是 owner 的信息。然后我们接着可以构造这个这个 request 这个 sign 的这个 request， 这样一个简单的，我们指明我们要这个 signer 应该是这个 address 对应的这个身份，然后 data
啊 data hash， 对，这边还要加上一个，就我们要对我们的这个数据进行一次 hash。OP 呢已经提供了一个内置的函数来去做这个 data hash， 就非常的方便。那我们得到的这个 hash 放在这里。下面我们就可以直接调用OP 的函数对这个数据进行签名。request， 这里面是传一个 JSON 对象进去，我指明是要 sign request， 然后数据是这个我们刚才写好的。这里接收一个回调函数，返回一个接回返回值，然后这回调函数返回的是一个这个字符类型，所以我们来转化一下。这时候如果我们成功的话，如果成功，那我们现在就得到了这个钱包的签名数据，数据就等于有了签名数据以后，我们就可以用函数进行验证。那我们现在有OP 本身也提供了这种函数，这是数据签名，然后是 key，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一下是否能够验证成功。好，下面我们看一下我们刚才的成果是否能验证成功。我选了一个这个 NB domain 的域名，这个域名是我拿这个手机上的 Vault 钱包注册的，所以我要想验证这个域名，我需要使用 Vault 钱包来去进行签名。那我这边点 Login， 好，我们的这个OP 的钱包的选择的页面就出来了，支持多种钱包现在我们在逐步的增加，也支持 QR code。Vault 钱包因为是个移动端的钱包，我们通过 QR code 来进行签名。好，现在扫描这个 QR code， 好，确认。好，我们看到签名已经验证通过。那到这里为止，我们就成功的使用钱包，然后验证了我们的这个身份，达到了登录的这个效果，而又不需要用户使用用户名和密码这种方式。这样的方式应该是更加的安全，对用户来讲也是更加友好的一种方式。好，现在我们回到我们的演示刚才已经给大家演示了用前端代码来完成一个简单的身份验证系统。当然，刚才的演示是非常简单的，我们也可以很轻松的在刚才的那个这种流程上加上后台验证加上各种各样的更完善的一些代码。但总的来说，它是用一种全新的方式去完成了用户的身份认证。好，下面我们再演示另外一个系统。我们演示下面这个功能是保存数据到子域名。它的特点是可以保存任意数据到这个子域名里面，然后也可以随时随地的存取。当然它的安全性也是非常高的，因为它是由比特币的安全性来保障的。只有你有这个相应这个域名的公钥
私钥你才有可能写数据到这个域名里面去。好，下面我们就用后台代码做一次演示。那我们转换一下刚才是用前端代码写了一个 NB Domain 的一段程序，下面我们用这个后台代码，用 Node.js 还是用 NBLab 这个库来写一段这个Node NB Domain 的一段程序。然后我这边有一个已经写好的一个简单的模板也是使用require 这个 NBLab， 然后把它初始化一下。然后我们的目标呢是存一个config 文件到一个子域名里边。那么看一下怎么来写。那我们现在先去把这个域名对象得出来。还用这个1020.test， 这个是我有私钥的这么一个 domain， if domain 有了 domain 以后，我们就给它设置私钥，因为我们这次是后台程序，我们是用私钥来读写，而不是用 OP 的方式让用户来读写。set private key 我们把私钥存在了一个 config 里边。好，这是我们的私钥，设置完毕，然后我们就设置一下我们要存的内容一个 kv 的值，这 kv 值它的 key key 我们是叫 config 我们加个前杠，因为这个子域名不是给用户来看的是我们 APP 来用的，所以我们按照这个常规我们加个前杠，这样的话便于区别然后这个 key 后边就跟的一个 JSON 对象，就是我们要存的内容。比如说我们这个 config 点我们 price 存一个价格100，然后再存一个这个商品的名字good day OK， 好，这样就完成了。完成以后，我们就尝试把这个key 写到这个 kv 值写到我们的这个 domain 里面 ，domain 这样 update key kv 这个值，可以把结果得一下，然后把结果打印出来。好，我们看一下这个代码的执行情况。我们执行一下test。好，我们得到了输出的结果result 它是成功的这次这个结果而且还把当前的它的一些交易的信息也打印出来。拿到这个成功的结果以后，说明我们已经把这个kv 值存到了这个子域名里边。那我们也可以再验证一下。我们这边有一个简单的页面，这个页面就是读取这个 domain 的里边的值的比如我们读一下刚才写的是 config 点1020点 test 我们刚才写了这个 config 这个数据到这个子域名里边，我们读一下，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已经成功的读出了这个值这个格式是跟类似刚才的格式，这个 object 就是代表了我们刚才写进去的这个值，然后它还返回了一个txid， 这样的话作为这个读取方，它也很方便的可以在区块链上验证这个读取的内容是否正确。那这样的话我们已经完成了
很简单的用很简单的几行代码就完成了把这个一部分数据存在区块链上的这种功能，而且还能很方便的把它读出来。我们并不需要用一个TSID 或者什么一个难记的这种方式，而直接用域名和子域名的方式，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数据很顺利的读出。好，刚才我们已经演示了保存数据到子域名用后台代码来完成的。其实同样的代码我们也可以用前台代码来完成。如果我们不想泄露私钥的话，我们就用 OP 的方式，用钱包来授权来写数据。那其实我们扩展来思考的话在 NB Domain 系统里面，子域名其实是可以有无数多个的。所以刚才的这个演示其实就相当于我们在操纵一个区块链上的一个数据库。那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打造各种各样的有趣的这种 APP 应用。而这种方式来存取的数据，比传统的数据库方式，一是特别简单，二是这个安全性是极高的。你存在上面的数据永远不用担心被没有权限的人去篡改，也会非常方便的在随时随地的进行读取。好，那下边我们演示大概就简单的2个演示到此为止。我们当然也有更完整的应用，也可以做更复杂的应用。大家可以到我们的 NB Domain 的这个注册网站上，可以看到一个更完整的应用。整个 NB Domain 的注册网站都是用相应的技术来完成的。比如说这个交易可以附加身份信息，P2P 的交易形式只是退款多钱包的支持还有拍卖交易模式非常完整，非常有特点的新的这种应用的方式，都可以通过我们 NB Domain 和使用我们的OP 的这种支付来去完成。好，以上就是我本次分享的全部内容。大家对 NB Domain 有感兴趣的还可以去参与我们的微信群，也可以参与我们的论坛。我想提出的一点就是，现在虽然 NB Domain 的正式版还未正式上线，但是我们的测试域名其实已经完全可用了。刚才我分享的所有功能都可以通过我们 NB Domain 的测试域名进行测试。欢迎大家一起来开发这个新的互联网的区块链互联网的应用，使用 NB Domain 使我们的开发更简单、更高效。下面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 CSDN 和Bitcoin SV 首届开发者大会，谢谢。